Hello， 全民兄弟们，大家好！在勇士荣耀7中，中国羽量级名将世界排名第2的坦克邱建良和在巴西国内排名第2的威尔森迪扎万进行了一场对决。虽然都是第2，不过一个是世界第2，一个是巴西第2，实力高下立见。巴西是一个格斗强国，高手众多。威尔森算得上是在巴西家喻户晓的搏击明星，所以他对来自中国的邱建良心里未必有多么服气。在赛前称重环节，威尔森就屡次挑衅。不过邱建良名声在外，盛名之下，心理素质自然不错，并没有对威尔森的挑衅做出回应。擂台上最终得靠实力说话。第一个回合，两人第一次拳腿碰撞，邱建良就给了对手一次下马威，将威尔森踢倒在地。也是目前中国选手在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漂亮，上来直接是把对手呢踢翻在地。看来对手啊也是这个忌惮邱建良啊，不太敢轻易的这个出招，名声在外啊。是，就这样的话呢，对于邱建良来说呢，也是个难题。你这老不动啊，对方守的比较防守比较严密。邱建良多次的这个重击呢，都是出现在这个把对方的阵脚打乱以后的这种进攻。对。现在对方就抱定了，我把阵脚压好啊，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对邱建良来说也是挺难受。现在这个场上状态呢，就好像是这个一个老虎对一个穿山甲，然后对方已经抱成团儿。这个我得想，我怎么样这个能够把你这个脆弱的一面让你露出来呢？但是威尔森迪扎万可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穿山甲，他水平是非常的高的。对。也说呢，这个现在他是保留着一个稳定的这个阵脚，然后呢，慢慢的发力。目前呢，他的在巴西的羽量级排名当中呢是第2位。是的。迪扎万的这个拳的有效率还是挺高的，虽然出的动作不多啊。是。现在看他防守稳固，然后呢，进攻呢也有效率。是。这也许是邱建良打考之前的一个尝试，因为考菲尔克斯也是这种虽然打法很犀利啊，但是报价防守很严密的一个选手。是，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邱建良和考的这场比赛呢，能够尽早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排名第1和排名第2的这个火星撞地球的这样一场今天的比赛。哦，漂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威尔森放低姿态，严防死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鲜少主动进攻，这对于邱建良来说就有些麻烦了。第2回合中段，邱建良疑似后手拳接腿上头，吹响了反击的号角。没过多长时间，在两人对攻时，邱建良抓住对手失去重心的瞬间，一记左手拳砸到威尔森脸上，巴西人一时间被打得有些失神，而邱建良则开始了进攻表演。后手拳接扫踢接后手拳，2次转身摆拳，转身后蹬腿，被挤在擂台一角的威尔森则被打得抬不起头。好在时间到了，如果再多10秒，难保他不被 KO。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攻守很明显的2个人的这个对战。漂亮！哦，漂亮！后手接扫踢接后手。这种组合可并不多见。是。这个当时得知保罗迪巴退赛以后啊，这个我们也是捏了一大把汗，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对啊，这个那还没有人应战，这个怎么办？这个威尔森迪扎万的及时应战还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的一位选手。时间其实备战的时间并不多。对，包括邱建良和他。我觉得特别是邱建良是本来已经做好对于保罗这个提拔的这个准备了，是这重新换对手，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是均等的，而且介于我们这个对巴西选手的这个信息的不对等，邱建良的这个比赛应该在全网都有很明显的这个视频。是对于威尔森迪扎万来说，在巴西国内地区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位选手，但是碍于这个巴普也就是葡萄牙语的这个语言的限制呢，可能我们找起来会非常的困难。漂亮！
左手拳，这个很好的找到了一个机后手选手会，连击扫踢，这个就充分体现了邱建良在场上的洞察能力和是的把握机会的能力啊！漂亮，连续的转身，哦，动作非常的舒展，顶膝，感觉威尔森有一点儿反应迟钝了，有点招架不住了，连续的打虎，要到读秒上钩，5秒了。提哦，啊，威尔森迪拉万示意说：“邱建良，你双手箍我颈了。”这的确刚才有这个动作，还是有很清晰的判断力的。是在我们的比赛规则中呢，这个膝和箍颈呢要。第3回合已经打出花来的邱建良开始不断戏弄对手，而巴西人则被邱建良狂轰滥炸吓破了胆，已经不敢主动进攻了。比赛结果毫无意外，以邱建良的绝对胜利而告终。各位观众怎么看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哦。这些少年骨骼惊奇啊，弱点很难找，对。如果你看到了一个这个风格非常明显的邱建良的话，你可能看到了一个假的邱建良。这样都能摔倒，这个不符合物理啊！可想而知，现在威尔森的这个体能有点下降了，这个心态呢可能也被刚才打乱了。其实刚才那个连续的一波进攻啊，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是，虽然他嘴硬啊，装作很清晰的判断，但是呢，确实，但是他的心理出卖了他。对，身体很诚实。威尔森迪扎万整个的动作下来了，是，而且不敢主动出动作了，这可是一个心理被摧毁的一个表现、对，而且这是这个对战之间的大忌啊，这个的已经是有一些怯了。看这个孤注一掷的出拳，被邱建良很敏锐的抓到了机会。这种打法是邱建良最喜欢的，让他能够合理的找角度，合理的找距离。邱建良不要陷啊，在这个擂台上还是要尊重和慎重对待你对手，这是很重要的。好，继续的进攻，抡了挺多拳啊，并没有打倒。这个带摔在我们的比赛里边是不被允许的。是。打着打着打高兴了，或者是觉得比赛这个状态呢完全在自己掌握了。邱建良的确在这场比赛中表现出来的是自己对局面的判断的敏锐啊。在刚开始其实是无从下手，到现在打得游刃有余，也是得益于他对场上的判断。对，当然这个呢也是自己绝对实力的体现。哦，漂亮！连续好，刚才这这个不能大意啊！地下都是水，我们现在可以看很清晰的看到。是。邱建良的后手摔到。那这场比赛很明显，邱建良给了对方一个强制的读秒，所以应该是邱建良拿下了这场比赛。双方的对于手的表现呢都是充分的认可。非常精彩的，还在互相这个探索技法上的奥秘啊。是。那么也恭喜两位啊，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感谢两位。